你最近是不是也常听到这个 AI 啊，好像正在翻转整个软体开发的游戏规则？对啊，这个话题超热门的，甚至还冒出一个词叫做氛围编码 （vibe coding）。哎，听起来好像写程式突然变成一种凭感觉的艺术。哈哈，这个词真的有画面感。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 AI 程式设计助理，尤其是那个很有名的 GitHub Copilot， 还有这个听起来有点玄的氛围编码现象，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好啊，来深入看看。我们手边的资料其实不少哦，有一份专门研究 GitHub Copilot 生产力影响的学术报告，预印本那种。Archive 上的。对，还有像 GitHub、微软、Google 这些大公司啊，他们自己部落客写的文章啊。对了，还有开发者在网络社群像 Reddit 上面的第一手讨论，我们也捞了一些来看。那些实际经验分享很重要。没错，还有一些分析这个趋势的文章啦。所以这次的探索任务就很明确，要跟你一起弄清楚这些 AI 工具的能耐到底到哪里，他们真的能像传说中那样大幅提升生产力吗？这个是大哉问，对吗？那实际用起来，开发者的感受又是怎么样？这对写程式的人，甚至可能对每天跟软体互动的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改变？影响可能比想象中深远。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有一份研究听说是用对照实验来证明 GitHub Copilot 的威力，它真的让开发者变成快手了吗？还是说只是听起来很厉害？的确有这份研究，就是刚刚提到的 Archive 论文。他们找了95位专业的程式设计师，是透过那个 Upwork 平台招募的，背景还蛮多元的。任务也蛮具体的，用 JavaScript 这个很常见的程式语言去开发一个 HTTP 伺服器。OK， 一个标准任务。对，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开发者分成2组嘛，一组可以用 Copilot， 另一组不行，就是很标准的对照实验设计。那结果呢？的那一组啊，完成任务的速度比没有用的那一组快了将近55.8%。哇！对，平均时间从大概161分钟缩短到71分钟左右，这个差异在统计上是非常非常显著的。等等，快的超过一半，这听起来太惊人了。不过，这是在一个标准化的实验任务上达成的吗？没错。那在真实世界里，面对那种更复杂、更多变数的专案，效果也能这么戏剧化吗？还有啊，是不是所有开发者都能得到一样的好处？这是个好问题。研究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差异，它们叫做抑制性效应。抑制性效应。对，简单来说就是 Copilot 的效果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有几种情况下它的帮助会更大。哦，哪些情况？一个是经验相对没那么丰富的开发者，新手。对，再来是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写程式的人，还有就是年龄大概介于25到44岁的这个群体，效果也比较明显。这蛮有意思的，所以对资浅的还有重度使用者帮助更大。可以这么说，这背后可能也暗示着一个趋势，就是说 AI 工具可能有潜力降低进入软体开发这个领域的门槛，让那个学习曲线稍微平缓一点。让转职更容易一点。或许有这个可能。嗯，还有一个蛮值得玩味的发现，研究人员不是有问那些参加实验的开发者吗？问他们说，你觉得用了 Copilot， 你的生产力大概会提升多少？他们自己预估平均大概是35%左右。但实际测出来的结果是接近56%。哇，差蛮多的。对，这表示人们可能自己都还低估了这些工具实际能带来的改变。这个自我感觉跟实际效果的落差很有意思。不过开发者的工作也不是只有追求速度而已吧？当然，除了快，Copilot 还能帮上什么忙？有没有解决一些过去很头痛的问题？例如啊，我常常听到开发者在抱怨那个技术债，好像是个永远还不完的债务哦。你说到重点了，技术债这个词真的很贴切。它就像是为了赶快把功能做出来，或者为了应付时程压力，而在程式码里面留下了一些未爆弹。未爆弹？对，可能是临时的修补方案啊，
或是设计的不够周全，或是用了比较旧的技术舍不得换。短期内看起来好像解决了问题，但长期累积下来，就会拖慢后续的开发速度，增加维护的成本，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系统问题。听起来就很麻烦。对，而且传统上，你要回头去清理这些债务，往往就得把手边新的开发工作先停下来，专心去还债，这个就很打乱节奏。对对对，会卡住。但是呢，现在有了 AI， 情况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那个 GitHub 内部的账单团队 Billing Team 啊，他们就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哦，他们怎么做？他们利用 Copilot 的一个叫做编程代理的功能，等于是让 AI 在背景持续的、自动的去帮他们处理那些累积下来的技术债，而且这是在他们同时进行新功能开发的时候做的哦。一边开发新东西，一边让 AI 在后面清旧账。没错，他们发现AI 代理这种东西特别适合处理那种定义很清楚、重复性很高的任务，像技术债里面很多就是这种。结果是以前可能要花好几个礼拜，还得断断续续才能清理掉的一些技术债，现在变成你只要花几分钟把问题定义清楚，写成一个工作项目 issue， 然后就交给 AI。然后呢？然后 AI 就会去产生程式码的修改提案，也就是工程师常说的 pull request， 简称 PR。最后人类再花一些时间仔细审查这个 PR 就好。整个过程从好几个礼拜缩短到可能几分钟加几小时。哇塞，这效率也差太多了吧？对呀，非常可观。听起来就像是请了一个任劳任怨、不会累的数位助理，专门来处理那些我们其实不太想碰的繁琐工作。哈哈，是有点像。那这样，人类工程师还需要做什么？是不是真的可以躺平了？这想法可能就有点太乐观喽。就像有句话说的嘛，当 AI 是你的副驾驶的时候，你还是得自己握好方向盘有道理。人类的角色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变了。我们需要更专注在更高层次的策略性的思考。比如说，决定到底要做什么功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整个系统的方向要怎么走，还有那些很复杂的逻辑判断、系统架构的设计，这些都还是得靠人脑。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审查 AI 产出的程式码，这个绝对不能省。AI 很强，但它还是需要明确的指引和监督。所以人还是要做那个把关者跟决策者。完全正确。GitHub 他们也总结了几个要让 AI 代理发挥最大效益的诀窍。快分享一下。第一，就是要给 AI 充分的情境资讯，比如说提供专案的一些特殊规则或背景说明，他们叫做 Copilot Instructions。让 AI 知道背景。对。第二，要把大的任务拆解成比较小的区块，这样 AI 比较好处理，产出的 PR 也比较小，人类审查起来才不会看到眼花缭乱。合理。第三，就是要学会下达有效的提示 prompting， 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了。怎么问问题很重要。提示工程。对，就是提示工程。然后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绝对要彻底的审查 AI 的产出，不能因为是 AI 写的就觉得没问题，要用跟审查同事程式码一样严格的标准去看待。这点非常重要，不能盲信 AI。没错。这种让人跟 AI 协作的模式，听起来跟那个微软 Azure 布洛格提到的结构化氛围编码，好像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核心概念确实非常像，就是把 AI 当作一个虽然是数位的，但是一个团队成员来管理，把它当同事，有点那个味道。流程大致上是这样：人类工程师先定义好需求规格 spec， 就是要做什么，达到什么标准。然后把这些需求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项目 issue， 接着就把这些 issue 指派给 AI 去做。指派任务给 AI。对， AI 就会根据这些指示去生成程式码，然后提交 pull request 回来。
最后，人类工程师就负责去审查这个 PR， 可能需要给一些回馈意见，然后最终决定要不要合并到主要的程式码里面。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流程呢。是的，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他用这个方法让 AI 自动帮他填写那种非常冗长、格式又很固定的安全性问卷。那种烦人的东西。对，重点就在于 AI 大幅扩展了我们处理这种重复性高、有固定模式的工作的能力。但是整个流程的起点，也就是定义需求和规格，还有终点，也就是最终的审核、把关和判断，还是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上的。了解。所以 AI 像是一个超强的执行者，或者说是一个超有效率的组员，但策略、方向和品质把关还是在人。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终于要来聊聊那个更有趣的词了——氛围编码 （Vibe Coding）。这位很有名的 AI 研究者 Andrej Karpathy 在2025年初的时候带起的风潮，这到底是真的凭氛围在写程式吗？哈哈，氛围编码这个词确实很吸睛，也引起很多讨论。综合 Karpathy 他本人的说法，还有像 Cloudflare、Google Cloud 这些公司的讨论，以及一些相关研究来看它的核心意思是指利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 这类的 AI， 透过比较自然的语言提示来生成程式码。用讲的让 AI 写 code。对，重点在于跟传统一个字一个字敲键盘的写法相比，开发者的角色好像从一个工匠转变成比较像一个导演。就是负责引导 AI 产生出你想要的结果。但 Karpathy 指出一个关键点，也是让这个词带点争议的地方。他认为氛围编码可能意味着开发者在还没有完全搞懂 AI 产出的程式码所有细节的时候，就先感觉好像对了，然后就先接受了，凭感觉接受。他甚至用了更夸张的说法，像是忘记程式码的存在，全部接受之类的。这就跟我们过去理解的那种强调人类要完全掌控，只是让 AI 辅助一下的概念，好像是不同层次的想法了。忘记程式码的存在，这听起来风险很高有点像闭着眼睛开车。那实际开发者在用这种方式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吗？他们实际的体验和感受又是如何？这正是另外一份 archival 的论文，还有像 Reddit 上很多开发者讨论串想要去探讨的问题。实际情况其实比单纯凭感觉要复杂得多啦。开发者的工作更像是一个不断来回修正、迭代的循环。怎么说？大概是这样。先下一个提示给 AI， 然后快速评估一下 AI 给的结果，可能就扫一眼程式码，或者跑个基本的测试看看。如果觉得不行，可能就自己动手稍微修改一下，或者更常见的是调整一下提示，再试一次。所以是一个 try and error 的过程。对，一个互动调整的过程，而且下提示本身就是个技术活。有时候你可能给个比较模糊的大方向指令就好，但有时候你又要给非常非常具体的技术规格 ，AI 才听得懂。然后除错也是混合式的，有时候你会请 AI 帮忙找问题在哪里，但很多时候还是得靠自己下去追去 debug。听起来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惬意。那开发者觉得这样做到底好处在哪里？又遇到了哪些坑？好处还是有的啦。很多人提到，对于那种要快速搭建一个应用程式的雏形 prototyping， 就是做个样子出来看看 ，AI 确实很有用。打草稿。对，还有处理那些很固定格式的样板程式码，或是建立一个新专案的基本骨架 scaffolding，AI 都能省下很多时间和力气。上讲的认知负荷理论，就是 AI 帮你处理掉一部分思考和记忆的负担。让你不用想那么多琐碎的事。对，特别是对于还在学习阶段的新手，或者是想要探索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技术领域的人来说， AI 也能提供蛮大的帮助。只要你的提示下得够精准，处理那种特定、定义清楚的小任务，效果通常很不错。听起来优点不少，那缺点呢？挑战是什么？挑战也非常现实啊。首先就是那个提示的挣扎。
常常需要反复调整你问 AI 的方式，才能得到你真正想要的答案。这也让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变成一项好像越来越重要的必备技能了。要学会跟 AI 沟通。对，再来 ，AI 很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就是所谓的幻觉 （hallucination）。它可能会生成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功能，或者用错函式库的版本 （API） 之类的。你需要有能力去辨识这些错误。这个很麻烦呢。是啊，还有开发工具本身也还在演进中嘛。有时候界面可能不太好用，或者 AI 做错了什么，你想要反悔、撤销操作可能会很麻烦。而且 AI 产生的错误，有时候追查起来比自己写的 bug 还要更困难，因为你不知道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对，黑盒子。没错，还有品质的疑虑，很多人担心过度依赖 AI 可能会产生大量品质不好、难以维护甚至难以测试的 AI 废码 AI slop。这个担忧很实际。对，然后长期来看，更有人担心技能退化的问题。技能退化。就是说，如果你太依赖 AI 帮你写程式，久了之后，你可能会忘了最基本的语法、常用的函式库，甚至是一些核心的程式设计逻辑。就像你太依赖计算机，心算能力可能会下降一样。这个我懂，肌肉记忆会退化。有点类似。信任也是一个持续变动的议题，你不能完全相信 AI 给的东西，需要不断的去验证。而且，光是判断，这件事情到底该交给 AI 做，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这本身就增加了一层新的思考负担。研究里面称之为后设认知负荷。后设认知负荷。对，就是你不只要思考怎么做这件事，还要多一层去思考我该用什么方式去做，用 AI 好还是手动好，这个决策过程本身也是要耗费心力的。这个后设认知负荷我好像可以理解，就是多了一层选择跟判断的烦恼，听起来挑战真的不少哎。还没完哦，甚至还有来自社群同侪的压力。对，研究里面发现有所谓的 AI 羞辱 AI shaming 和透明度两难 Transparency dilemma。 这是什么？就是说，有些开发者可能会害怕承认自己常常用 AI， 担心被别人认为是偷懒或者能力不足。但反过来说，如果你都藏着掖着不说，又可能会影响到团队合作的信任基础，这就是一个两难。哇，连人际关系都牵扯进来了。对啊，有一篇研究还提出一个蛮有趣的概念，叫做物质脱离 Material disengagement。 物质脱离，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雕刻家，他以前是用手直接去捏黏土，但现在他可能开始用机器手臂来辅助，他跟那个物质黏土的直接接触就变少了。开发者透过 AI 这个中介来操作程式码，也是类似的感觉，好像从直接触碰操作程式码的那个物质层面退后了一步。隔了一层。对，但有趣的是，研究也发现，这可能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效果。是什么？因为 AI 能够帮你处理掉很多底层框架、工具链的复杂性，有些开发者反而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归更基础的技术，比如说直接写原生的 JavaScript， 而不用像 React 或 Vue 这些比较复杂的框架？为什么？原理等于是 AI 帮你处理了外围的麻烦，让你反而可以更专注核心。这倒是个蛮有趣的观点。是啊，这也呼应了一位很有名的设计师 Mackie Appleton 的反思。他在思考，我们到底该把多少理解的责任外包给 AI？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个使用 AI 的人可能都需要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把多少理解外包给 AI， 这句话很发人深省。所以绕了一大圈回来看， AI 写程式真的不是什么黑魔法，绝对不是。人的专业知识、判断力，甚至是一些更底层的技能，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关键。那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到底哪些能力变得更重要了？确实，重要的技能组合正在转变。现在看起来，如何有效地提供 AI 需要的情境资讯，让它能更好地理解你的需求；如何快速地判断 AI 产出的程式码品质好不好，有没有问题；还有，如何在 AI 辅助和你自己动手写之间，做出最聪明的切换和选择，这些都变得至关重要。然后提示工程的能力
那更不用说了，未来可能就是基本功了。跟 AI 对话的能力。对，研究还提到一些更深层次的能力，比如说在脑中建构和视觉化程式码如何运作的能力，这个好像更重要了。心智模型。对，心智模型，还有一个叫做前瞻性审查的技巧。前瞻性审查。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看 AI 给你的程式码时，不只是挑挑错字，看看逻辑有没有明显错误，还要能够往前多想一步，预见到这样写下去，未来可能会在哪里埋下问题，先为下一步的修改、重构甚至测试做好准备。哇，这要求很高哎。是啊，这也让人想到心理学上讲的那个心流 flow state 的概念。心流。对，就是那种你完全沉浸在工作里，感觉时间过很快，效率又很高的状态。AI 的介入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要达到那种心流状态所需要的技能水准和挑战难度之间的那个平衡点。可能挑战变了，需要的技能也变了。改变了心流的条件。听起来对个人技能的要求是改变了方向和重点，而不是单纯降低了。我觉得是这样，没错。那对整个软体产业来说呢？我们看到像微软、Google 这些科技巨头都已经在大量使用了嘛？是的，有数据显示，在这些大公司内部，可能有超过30%甚至更多的程式码是在 AI 的辅助下完成的。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 甚至更大胆的预测说，未来3年内可能会有高达40%的新开发的企业软体会由 AI 来创建的。40%，这比例很高哎。非常高。同时，那些专门做 AI 程式设计工具的新创公司也变得非常热门，很受资本市场追捧。像是比如说，一家叫 Cursor 的公司，他们的估值已经冲得非常高了。还有另一家叫 Windsurf 的公司，他们开发了一个叫 Codium 的工具。据说营收也相当可观，甚至还有传闻说 OpenAI 可能有意收购他们。哇，这个领域真的很火热。对，但这同时也带来一些隐忧，特别是对刚入行的新手来说。对新手有什么影响？有一些数据显示，入门级的软体工程师职位数量好像有下滑的趋势。真的吗？有这样的观察，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很多交给新手去做的比较基础、重复性比较高的任务，现在 AI 也能做得不错了。这对想入行的人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是的，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AI 会让软体工程师失业吗？现在听下来，答案好像是否定的，但冲击确实是存在的。目前看起来，业界的共识比较倾向于 AI 工具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倍增器，或者说是增效器。力量倍增器。对，它改变的是工程师的角色和工作方式，而不是说要全面取代人类。至少以现在的技术发展来看是这样。AI 非常擅长处理那些重复性高、有固定模式的工作，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建立专案的基础架构，或是清理技术债等等。它也能有效减轻开发者的心智负担，让你不用烦恼那么多细节。但是它仍然极度依赖人类的监督、策略引导、品质把关，以及处理那些复杂、没有固定模式问题的出错能力。这些还是 AI 的弱项。人的价值还是在这些地方。对，所以对于程式码品质可能会下降啦，开发者的核心技能可能会退化啊，还有对入门级工作机会的冲击啊，这些担忧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需要整个产业持续去关注和思考怎么应对。我觉得可以引用 GitHub 部落格里面的一句话来总结：未来是属于那些学会了如何与 AI 高效协作的工程师。学会与 AI 高效协作。这句话点出了关键。没错。好的，那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探索。我们看到了 AI 像是 GitHub Copilot 这样的工具，确实有潜力带来非常惊人的生产力提升。实验数据显示，速度甚至能快上50% 以上。数字很亮眼。
同时，它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工作流程，像是让开发者能够更有效率地去处理那个头痛的技术债，或者是像结构化分维编码那样把 AI 更系统性地纳入开发团队里面一起协作。对，新的合作模式正在形成。但另一方面，那个听起来很酷的分维编码，并不像字面上看起来那么随性，或者说那么神奇。它其实对开发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你需要培养新的技能，比如说要学会下达精准的提示，要能够快速地评估和验证 AI 给你的东西，而且还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不能尽兴。你得在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和确保最终产出的品质可维护性之间，去找到那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这听起来其实不是一条轻松的路。确实如此，而且这是一个变化非常非常快的领域。AI 工具本身的功能，它的强项和弱点都还在快速的演进当中。那开发者要怎么样最好的去利用这些工具，或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避开它们？这些相关的实践方法，所谓的最佳实务，其实也都还在不断的摸索和形成当中。还没有定论。对，可以说人类的经验、判断力、直觉和 AI 强大的计算能力之间，那个最理想的合作模式，那个平衡点，还在一个动态调整和寻找的过程里面。还在找那个最佳的甜蜜点。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或许也是这个时代很多知识工作者可能都需要开始思考的。当 AI 越来越擅长处理那些比较偏向机械性、操作性的任务，就像是编写程式码的很多具体细节，这是否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人类可以更专注在那些更深层次、更需要创造力的工作上面？例如，更专注于去定义问题本身，去设计系统的架构，去思考更宏大、更创新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 ，AI 把杂事做掉了，我们是不是能因此激发出更多真正的创新？虽然我们同时也听到了对技能可能会因此退化的担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面向。或者反过来看，学习如何去驾驭这些强大的 AI， 如何管理与 AI 协作带来的新的复杂性，还有应对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新的认知负荷、潜在的风险跟陷阱。这些挑战本身会不会反而成为一个新的瓶颈，阻碍了我们去发挥那些更高层次的价值？管理的成本。对，当这些强大的 AI 工具日益深入地嵌入到我们创造和建构数位世界的方式里时，这其中的机会在哪里？挑战是什么？那个平衡点又该如何拿捏？我想这都值得我们持续地去观察、去亲身体验，并且保持深入的思考。